我宴请了一众顶级明星和富豪为老婆补办盛大的婚礼，去丈母娘大闹婚礼现场，不仅当众掀桌砸场面，还扬言我是个靠卖老婆才换来如今地位的畜生。然而，当他们得知真相后，才知道自己有多荒唐。小妹没有被人骗，更没有被人卖，从始至终，你们都误会叶枫了。唐景松和宋月如听的表情无比古怪，竟然都是误会。我姑还有小叔估计也都知道了这些事情，所以他们才会在你们面前夸叶枫，而不是为了跟你们作对。妈，今天这事你是真的做错了。小妹好不容易等来了幸福的生活，有了盼头，你却在她最关键的时候掀桌子，这事她怕是会记一辈子。记就记，我又不吃她的。不吃她的？你以为那家5星级酒店凭什么用咱们家的水果？人家的大厨又凭什么跑来夸咱们家的水果更好？还有，叶枫当初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了爸一命，这些事你们难道一点感触都没有吗？宋月如的嘴巴张了张，想反驳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可她又不想承认自己的无理取闹，只能硬着头皮道：我才不信他能变得这么好，这才过了多久？他之前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但很多事亲眼见过后，想不信都没办法。妈，叶枫是什么样的人，现在有目共睹，您再继续自欺欺人下去有什么意义呢？难道真想逼小妹和他离婚吗？离婚后，你觉得小妹还能再找到第二个这么牛的女婿吗？宋月如不说话了，她低头看着手机屏幕，满脸正然。如果叶枫真像婚礼上表现的那么厉害，失去这个女婿，怕是一辈子都会后悔的。她心里突然有点慌了。你信吗？唐景松没有立刻回答，过了会才道：我也在想，说起来，他最近表现的确挺不错的。上次我跑去厂房闹着要跳楼，还是他把我救下来的，不然那时我骑虎难下，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而且我们现在对他各种为难，他也从没反相过，换做以前，早蹦起来跟我们吵了，真跟换了个人似的。其实唐景松是想说他信，但他不好意思说出口，觉得面子上下不来。看着直播里唐仲威满脸幸福的笑容，再看看叶枫在面对那些大明星时的淡定从容，宋月如有些恍惚。罢了，先回去吧。唐明海也没有再说下去，直接开车回到自家水果店。唐老板，这是你闺女和女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在婚礼上掀桌子的事都被发网上了，我才知道的。不过好端端的，啥事不能说啊？干嘛在那种场合掀桌子？关你什么事？狗拿耗子多管闲事。那个，您别多想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就是觉得您女婿这么牛，早说啊！给我100个胆子也不敢在您旁边开水果店啊！回头我就把这家店转出去，您放心，保证不转给卖水果的。以前的事您多担待，别往心里去。我在这里给您2位赔个不是了。唐景松和宋月如都有些傻眼，平时水果店老板可没这么低三下四过。此时他店里也来了几个买水果的人，可他竟直接过去把客人赶走。以后我不卖水果了，你们都去隔壁买吧，他们家的水果比我质量还要高，价格又不贵。唐景松和宋月如互视一眼，尽管他们不想承认，可心里都清楚此刻到底有多爽。爸妈，这下好了，以后咱们小区的水果生意总算没有人跟你们争了。唐景松下意识露出了笑容，宋月如却是瞪了他一眼。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很开心吗？没事干就进去招呼客人，没看到那么多人过来了吗？父子俩连忙进了店，只是这些客人并没有忙着挑水果，而是都指着手机里的婚礼画面问：唐老板，你闺女不是办过婚礼了吗？咋又办一次？还请这么多大明星，都是左邻右舍的，也不通知我们一声？宋月如装作不在乎的样子道：有什么好不好的？不就那个样？哎呦，宋大姐这话说的，我这辈子参加过那么多场婚礼，没有哪一家能跟你们家微微相提并论。听人说，光是现场的顶级明星就有好几十个，还有什么大收藏家？对了，咱们荣城北区项目房产老总也都去了。哎，宋大姐，你女婿跟他们到底啥关系啊？以后要是买房，能不能帮忙说说话便宜点？对，北区的地现在热得很，我儿子前几天还跟我说，这段时间别乱花钱，等北区的房子开卖了，赶紧去买一套，肯定能升值。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正准备把不住的房子卖了，到时候去北区买呢。唐老板，回头帮我们说说好话，便宜点呗。是啊，唐老板，发家致富带着我们一起喝口汤啊！以后我们家的水果都从这里买。是啊。一群人嚷嚷着，把唐景松给捧得满脸涨红。大家都是老邻居，能说上话的时候，我们肯定会帮忙的。回头我问问小妹，到时候给你们回话。好嘞，那我们先买水果，多买点。一群人轰然叫好，纷纷跑去买水果了，而且都比平时买的更多。唐景松和宋月如虽然累得够呛，但事后一算账，入账竟有好几千。爸妈，现在知道好处了吧？我就说你们别那么固执，叶枫现在真挺好的，给他个机会，总不能说人家以前犯过错，就一辈子不给机会吧？就算是蹲监狱的罪犯，出来后还能有机会改过自新的。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，一天天的哪这么多话，就显得你能耐是吧？过了许久，店里的客人随着时间开始减少，唐景松也掏出手机看起了直播。只见叶枫站在奥迪 A8 前，冲众人挥手告别，然后和唐仲威一起上了车。车辆启动后，99辆豪车在后面开着长龙鸣笛送别。爸，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壮观？叶枫说了，等我结婚的时候也帮我找这些车，到时候整个荣城都知道老唐家的儿子有多牛逼。那也是人家帮你找的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就算再牛逼，也不是你的。想要让人看得起自己多努力，而不是老想着让人家帮忙，知道吗？
我也很努力啊，但有些东西不是努力就能换来的，像这样的豪车，随便一辆就是几百万上千万，那得多牛的人脉关系才能找得到啊！叶枫能做到，你怎么就不能做到？你觉得自己还不如他？唐明海脸色有些发红，他想说自己怎么可能跟叶枫比。另一边，小九把摄像头切回了自拍模式。今天真是长见识了，没想到龙城还有这么牛的人物，看看那些大明星，就像他的小跟班一样。不要说我亲是大明星哦。对了，今天荣城4大房产公司的老总为什么会来参加婚礼呢？你们猜？这些人有话就直说，非让人猜。要是能猜得出来，还用他问？小九也知道大家的心思，连忙道：因为我们荣城的北区项目就是叶先生负责的哦，据说总投资超过1000亿，而且叶先生和万顺地产关系非常好，因为叶先生曾经在万顺地产这里借走20亿资金用来炒期货，结果2个星期不到就还回去100多亿。此话一出，直播间弹幕直接炸了。这家伙也太能吹了吧！20亿赚回来100多亿，那不是半个月翻好几倍？吹什么牛逼？哼，我看啊，这个小九也是被花钱买通了，故意在帮叶枫那家伙吹牛呢。大家是不是都觉得很不可思议？其实我也很难相信，2个星期赚回来100多亿，比抢劫还快呢。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代表大家去找万顺地产的葛总当面问个清楚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屏幕里瞬间飘出了一堆支持的弹幕，小九也连忙跑到葛清泉面前。葛总你好，我是小九，能问你一个问题吗？当然，你问吧。我听说叶先生从贵公司借了20亿，2个星期不到就还回去160多亿，是不是真的？你说的不对。看吧，我就说是吹牛的，怎么可能嘛？